又要拆塔吊了。这次我们拆的这个塔吊需要用3个吊车拆，一个900吨，然后一个300吨，一个50吨。我们这个 B2 的师傅又带着一群 A2 的师傅出来混了，也不知道他这个塔吊是什么样的塔吊啊，需要2个大吊车，一个小吊车来配合拆除啊。Hello， 兄弟们，大家下午好啊！我们今天上午刚从这个盐田港这边干了一个活啊，那边不让拍啊，没办法，我都没进去呢。啊，这个吊车刚开出来，然后呢，我们现在要去拆个塔吊，而且据说那个塔吊是2个吊车拆，一个300，一个900。这边这个活早知道我就不过来了，不让进去，还说进去看一下。哎，盐田港这边出来一路的大部分全部是货柜车啊，遇到10个大车，有8个都是货柜车啊，而且它这个货柜车跑得还挺快啊，因为它拉的不重啊。哎，咱们是跑不过人家，咱们慢慢走吧。离这个下一个干活的地方大概就是40公里左右了，也快，大概就是1个多小时就开到了吧。开到了，今天好像是不支车，今天我们进场就行了。这次去拆那个塔吊在平山啊，这个隧道出去就是平山了，这个叫延平通道啊，这个隧道还是挺长的，我们在里面跑了10几分钟呢。看着他们配重车朝我们前面去，感觉好想开快啊，但是我们这个车没办法，根本开不快呀。大家听到没有？我们这个车路上听着油门声音大，实际这个速度是很慢很慢的。好在是快到了，快到的时候走了一节这种小路啊，我们吊车就怕走这种小路了，小路也无所谓，咱们吊车马上到工地上了。虽然这个路小，但是它这个风景真不错，看着这路两边的参天大树，心里很是舒畅啊。这个弯拐过去就到达现场了，兄弟们，这个好像不是在工地里面拆啊，是在路上拆啊。配重车已经到了2个了，还剩的没有过来，然后我们吊车也到了。我们这次吊车就是打在这个路上了，这个围挡拆了，然后吊车再往里面靠个2米左右，拆的塔吊在那个位置，兄弟们看到了吗？那个位置，我们只能吊后面啊，吊后面，然后吊这个套架，套架都不知道能不能吊啊，估计是另外一台300吨在那边吊大臂，然后套架不知道是他吊还是我们吊，但今天拆不了，明天才可以支车，因为它这个围挡也没拆。底配已经过来了，就那个托盘。还有一车配重要从家里面送过来，因为早上我们在盐田港干那个活没有带全片。68米啊，那只能少还是能多啊？会不会多啊？那得算70米。差不多，算70米吧。反正你大臂，因为我当时大臂摆过来之后，大臂是70米。哦，那就是70米了，70米的塔吊就是。这个塔吊还不小嘞，反正今天时间还早，我们就用这个无人机看一下这个跨距大概准不准啊？用这个无人机测距离、测高度还是比较准的。我们今天到了，另外一台300，还有一台50吨没到。我们先测一下距离吧，看看它这个说的准不准啊？我们这个视频的左下角就是看高度跟距离了。看一下它这个高度就是50米左右了，然后跨距还真有70米呢，70米是没得跑了。今天我们就下班了，明天再过来支车吧。明天过来支车，这个应该也是1天就能解决了，就这个塔吊。可能南方的阳光照着北方的风，可能时光被吹走，从此无影无踪。可能故事只剩下一个难忘的人，可能在昨夜梦里仍笑得纯真，可能北京的后海许多漂泊的魂，可能成都小酒馆
惯有情孤独的人，可能枕边有微笑才能暖你清晨，可能夜空有流星才能照你前行。今天早上6点半我们就起来支车了啊！昨天晚上也是在吊车上睡的，在吊车睡方便嘛。然后它这边口已经拆开了，马上准备支车。刚好我们这个支腿打到这里面去，然后里面垫了2块钢板。这里是一条路上，是在一个通道啊。我们一支上的话，这个路就全部都是了，有点难协调，好多车都开进来了，里边还有一个车开进去卸货了。但这边又叫我们赶紧支车，先支吧，不管了，反正我们支上车的话，收的话不是那么容易了。我们到处去挑个头，再倒进来，因为配送车全部在这边了哈，所以说我们挑个头倒过来，然后在屁股后面吊配送来装，好装一点吧。我们赶紧支车吧，听他们工地上的说，那个300吨已经到那边去支车了，可能他支好了都要等我们等半天了，因为他那个车支得快，我们这个支得比较慢。这个塔吊这个位置还是有点刁钻啊，兄弟们，需要3个吊车拆呢。那个300吨在前面拆，我们在后边拆，而且还有一个50吨专门过来打伞。他们工地上帮我们放的钢板不是那么精准啊，我们把半腿支起来，自己吊起来，自己挪一下吧，反正我们都要自己吊路基板的。我们这次干的这个活，虽然这个有70米的跨距啊，但是我们不需要带全配啊，带165吨配重就可以了。其实我感觉这个165吨配重跟185吨配重支起车来的话，这个速度就没啥区别了，因为185吨的配重的话，最多也就多2吊。那边那个300吨他已经支好车了，就等我们了。我们这边装好配重还要施压呢，他先闲着等一下我们吧，这个也无所谓，因为我们这个施压一下还要导倍率，把4倍率导成2倍率啊。因为这次干这个活我们要全部升臂全部升出来的话，升太长了，这个倍率不导的话太慢了。配重挂好，准备施压一下，没有问题的话就导倍率吧。我们这个车导倍率还是挺快的，从4倍率导到2倍率的话，也就几分钟就导好了，10分钟都用不了。我去，兄弟们，全部都弄好了，好像这转不过来啊，它那个灯有点碍事儿啊，但这个还好，是工地上的东西，这个转不过来，随时可以把它给拆了。赶紧升大臂吧，他们塔吊的安拆人员也过来了，他们都等着我们了。主要是他这个前面拆大臂的话，必须我们朝后边吊点配重下来，不吊配重下来的话，那个大臂是不能拆的。我去，兄弟们，这个大臂上面离这个墙太近了呀，也就1米多啊。这个毕竟升那么长的大臂呢，可千万不能碰着它这个玻璃墙了呀。现在胡哥正在拆配重了，然后咱们看看他这个300吨吧。兄弟们，看看他这个车眼不眼熟啊？上面戴了个大帽子，一看到他这个大帽子都不用拆了，都知道他这个车是多大的。这款车是很有标志性的，8节臂的。这个车是好车，看着挺漂亮的，但是呢，它这个车大家都知道大概是哪个年代的现在它那个戴帽子的已经没有这款车了，它这个车买的时候肯定是不便宜的。咱们看看它这个大臂有没有全部升完，
看了一下，还是好像全部升完了，因为它这个每个销子都是打到4号销了，都是打到100%了。看了一下它那个中年的小吊车，回头再看咱们这个900，也好像不比它那个大多少嘛。但是实际情况下，两个车如果停在一起的话，区别就很大了。今天我们干的这个活好啊，大臂不用我们拆，我们只需要拆后臂和配重，然后拆一下套架就可以了。估计今天就能完事儿了，但是不一定啊。然后现在无人机没电了，我现在找地方充电去。这个配重我们吊车拆也是一会吊2块，2块2块的拆，毕竟这个太高太远了，如果吊1块的话太慢了。我们先把配重拆几块下来吧，拆几块下来，那边好拆大臂，那边拆大臂估计也是分体吊，不会一体吊的。现在那边那个中联车在那边拆大臂，然后呢我们可以先歇一下。现在也是中午11点多了，11点多我们不行先去吃饭吧，吃了饭过来，他那个大臂估计都拆不完，他那个大臂是分开拆的，不是一次性的，估计要分2次或者是3次。我们先吃饭去吧，吃饭去，下午再过来这个拆，也不是下午了，吃了饭过来就开始干，因为这边中午肯定是不休息的。吃了饭回来，他这个大臂拆的差不多了，我们现在准备拆后臂。还是那个中联车好啊，它这个大臂拆了，它就可以走了。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得在后边拆套架呢，因为它那个位置它是够不到套架的。我们这个大臂全部升完，抛到70米不掉的情况下，大臂都看着有点弯啊。管他的，管他的，反正电脑上也有数据，弯点也正常。它如果一点都不弯的话，倒不正常了。兄弟们看一下，这个不愧是70米的跨距啊，现在还没吊起来呢，这个大臂都有点小弯了。大臂全部升完了，全部升完了。有些人他可能不信啊，这70米的跨距，有些人可能不信。这个我们昨天量过的，然后电脑上也是显示70米，刚刚好。还好这个大臂不跑弯，兄弟们，它只往下面弯，不跑弯，不跑弯就是好事啊，反正也不超载。我们现在准备拆套架了，套架拆出来估计就快了。但是不知道它后面那个标准节啊有几节在里边，不知道销子好不好打呀？不好打的话，估计要加班啊。今天大概有可能要加班了啊。标节还有14、15个没掉出来，才掉出来4个呢这边。管他的，加班就要加班吧。他们说要加班搞完。然后呢，我们这个车桥不是高温吗？有兄弟他们说我们为什么不装淋水？上面这个就是淋水枪，就是淋水啊。这个淋水没什么大作用，作用不大，可以降一点，但是没啥用。因为它这个车桥高温啊，跟刹车高温不一样啊。这个车桥高温它是一直高温，所以说那个淋水的话，你放大的话水太少，这个水枪是小嘛，放小的话作用不大。所以说我们这个水枪一边一个，两边的话2个，一共最多放不到1个小时全部放完。然后这个车桥的温度啊，最多下去1度2度，最多不会超过3度了，最多不会超过3度，平常就1度2度啊。哎，今天又加班，管他的，加就加班。他几点干完就算几点吧。看看咱们这个臂现在有没有车弯啊？没有，车弯是没有车弯的。慢慢干吧，啥时候干完算啥时候。一转眼这个天都黑了，看来拆这个塔吊没有哪一天能下早班的。我们这个900拆塔吊就没有一次下过早班。不是啊，我们这个900站哪儿干活就没有哪一次下过早班的。就昨天在盐田岗下了一次早班，但是那次下班咱们就直接来这儿了。昨天下了一次早班，也不知道还有几吊啊，等着吧，等着这个吊完，然后我们再收车。果然啊，他这个还是搞到晚上8点多，我们现在吊最后一个了，下面的那个底座啊。但是呢，刚刚我们也接到通知了，今天晚上我们要把这个车收了，连夜开到广州去那边准备，好像是2台900吨，2台900吨抬一个大架子
今天晚上我们就把车收了吧，收了，然后我们先开过去，然后板车呢，它可以先不用走，我们吊车走得慢，因为这个路上车桥会高温，只能说走一节停一节，走一节停一节这样了。我们就在路上慢慢跑吧，在这个天亮之前赶到就行了。我跟胡哥我们俩换着开，正好我们这个车桥反正它高温，然后我们跑一段，等它高温报警了，我们就停下来休息个2-3个小时吧。我们就利用这个车桥降温停着休息的时候睡觉吧。好了，兄弟们，本期视频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关注我的吊车日常，谢谢。